尘封千年的龙神，终于要重见天日了。这困龙锁已经解开，龙神怎么还没出来？龙神就在脚下，原来这昆龙渊一周的礁石就是龙神。为什么斩断了昆龙锁？龙神还没有出来。龙神，我是海皇，我来救你了。难道斩断昆龙锁还不够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解救龙神？我等了你们很久，空桑都覆灭了，你才来。百威王后，我能够在昆龙渊残留7000年，多亏了你手上的这枚后土戒指。看到你们，就像是看到了当年的我们一样。我们看到的幻象到底是什么？你们看到的都是真实的，那是7000年前一段我、春皇、琅犇之间的往事。每当我想到琅犇当时的样子，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记忆是真实的。妒忌和野心会扩大人的阴暗面，让人变得疯狂。争权仙，封闭洛海，令全仙世代背井离乡，刚毅变成了固执，关爱变成了独占欲。那些琅犇原本性格中的优点，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扭曲，变成了那个我所不认识的人。自从他在碧落海找到你，从那时起，所有人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。是不可违抗的命运，让我们走上了这条路。对于云荒，我要的是平安，而他要的是支配，是征服。当我们拿剑走向战火的同时，便注定了我们走向这2个终点。命运真的不可违抗吗？打开了这水晶。百威，还要出来吗？据玄黄经记载，用辟天剑可以解开龙神封印。可如今困龙锁已断，为什么龙神还没出来？龙神的身上有2道封印，一道是阿郎所设，就是这困龙锁，为了将龙神永远地困在困龙渊里；还有一道是我所设。当时阿郎将龙神封印起来，我怕龙神会被毁灭，便用1半的后土之力，为龙神造了一个封印，将它永久地保护起来；而另1半的力量，将它留在了你的后土戒指之中。百威，
何时王？百薇，你先别说话。阿伟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都是那春皇，若没有他，你就永远是我的王后。对，是他，全是他的错。我要杀了他。春皇，我没有办法释放龙神，但是我会为了你保护龙神。只要龙神在，权仙就不会亡。却终究消散不见，寥寥几次相见，也难提旧情，悄然无言，破开心中的结，你住在里面，不曾被谁不要再欺骗。问光阴借一卷，忘不掉的纪念，却不见曾以为的缱绻，永世之心血。他害死了阿伟，杀了他，我就可以得到云华所有的一切。一笑的瞬间，舍一生爱一人，又怎计算亏欠？却不愿换承诺与抱歉。来生太遥远，宁愿分身魂牵，念归去。必是梦。百薇王后，我们要如何做才能释放龙神？跟我来。将你的手放上去。我怎么打不开？专心，凝聚法力，在后土神界上。100年来这么多的苦我都熬过来了，我不能放弃。
龙神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7000年了，终于等到我为你解开封印的这一刻，我来纠正当年的错误了。龙神发怒了，他一定还记得当初纯皇是为我去取的龙牙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解开封印，让龙神飞出。白薇王后，请您借给我力量，让我释放龙神。借给你力量，那是自然，只有你能够继承我的力量。你曾经以1半的灵石开启了无色城，可是以你如今的肉身，想要获得我的力量，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献出你最宝贵的东西，你愿意吗？难道刚才终于遇患幽灵红毯之毒？无论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为了权仙，为了苏魔，不要再让以前的遗憾还有错误延续下去了。白薇王后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。我的后裔呀！你已经获得了我所有的力量，快去释放龙神，让龙神镇住海皇。我也该消散了。空桑，还有云皇，就交给你们了。龙神，你快出来吧！白鹰，白鹰，不要使用禁止术，我没事。可是你，我真的没事。你的凡事，这些凡事我扛得住。
股洪荒力量，龙神真的要重现于世了。你果然还是不行，放弃吧。不，我还有机会，不会放弃的。他应该属于我。我们的龙神归来了！龙神归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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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龙神，苏沫，我没事，你快去找龙神吧。可是你，我还能再支撑一会儿，你先去找龙神，然后我们再一起离开，好吗？你那你去。等我回来。龙神，你为何迟疑？你为何愤怒？你是谁？我是海皇苏魔。如今的海皇，为何是你？当年纯皇身上可一点阴影都没有。请将你的力量赐予我，我要完成我的使命，带所有人回归碧落海。不，你不是那个可以将全仙带回碧落海的海皇，你不是。为何？一个身上有破坏之力的人是不配得到我的力量的。龙神看起来很痛苦，相信海皇一定能平息龙神。破坏之力？你是说境裂之术？对，这是利用至暗力量修炼的法术。虽强大，但却危险至极。纯皇如此纯良，而他的后裔怎可修炼此等危险的法术？纯良？纯良可以保护所有的子民吗？纯良可以保护心爱的人吗？只有力量，只有力量才能让我完成使命，带所有人回家。这就证明给你看。这样结束的。海皇苏魔，将你的手放在我的身上。是。
准备好接受龙神之力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龙神，这怎么回事？海皇，你的力量来源于境裂之术，所以无法再承载我的龙神之力了。我无法承载龙神之力，那该怎么办？一切都还未知。龙神，快过去！白鹰！白鹰，白鹰，白鹰，苏沫，此生能够遇见，我知足了。愿你达成所愿，在碧落快乐而自由。白鹰，白鹰，我一定会救醒你的。龙神！
这个珠子是苏魔的眼泪吗？大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太子哥哥，白银姐姐好像受伤了。阿英，阿英他们怎么了？龙神带他们去的是什么方向？应该是权仙大营。真兰殿下，不如你带着那生先回权仙大营，我留下来照顾受伤的权仙士兵。那太子哥哥，咱们赶紧回权仙大营吧，我有点担心白银姐姐，我不知道她怎么样了。走了。少主，白王他受伤了，那属下马上为白王医治。不用了。海皇，这是……白鹰被劈天剑所伤，怎么样？他关闭了五运六诀。祭子诀，之前在如意赌坊，他也是用祭子诀关闭了五运六诀。白王气息微弱，如果不给他注入法力，恐怕支撑不了多久。不行，静之术的法力反而会伤到他。既然龙神封印已解，为什么不用龙神之力为他疗伤呢？我虽然解开了龙神封印，可是并没有得到龙神之力。这是为何？此事，这件事情以后再向你解释。目前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救白鹰？除非强行打开他的五运六诀，再注入法力。强行？是。不过，如果这样强行的话，会对白王造成一定伤害的。只要能保住白鹰的性命，不管什么方法，都要试一试。白燕姐姐和冰块哥哥是不是在里面？少主正在冰室为白王疗伤，两位还是在外稍作等候吧。白燕姐姐的伤怎么样了？少主一定会尽全力救治白王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我看白王气息全无，怕是凶险之极。凶险至极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少主一定会全力救治白王。是龙神把冰块哥哥和白银姐姐带出来的。龙神会帮他们的吧？龙神？嗯。若是少主解开了龙神封印，那应该没有大碍了。这都过了几个时辰了，为什么他们还不出来啊？按理说，以龙神之力的强大，少主治疗白王也该有结果了。那要不然我们进去看看吧？万万不可，贸然闯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一直在外面这么待着，那生，我们就静静的在这等着。
太子哥哥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冰块哥哥会把白银姐姐救好的。 我一定会用我所有的力量，让你醒过来。海皇，海皇！ 四师，少主和白王如何了？白王的气息已经平稳，应该无大碍。但是，海皇身体耗损了太多法力，我要为他疗伤。智秀，你把白王带到客房休养吧。好。太子殿下不必太过担心。白王的气息虽然微弱，但是已经稳定了。少主已为白王疗伤，白王一定会醒过来的。多谢了，我们两个会照顾他的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刚才知修说的是真的吗，太子哥哥？白银姐姐应该没事吧？ 那成，我们就在此慢慢等他醒过来。嗯，白银姐姐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太子哥哥，我给白银姐姐换件衣服。好。智者大人。 余主有事相求，昆仑渊已矣，余欢至今杳无音讯。余主恳求智者大人寻找余欢。我给过他机会，可是他每一次都失败了。智者大人，余欢是有力所不及之处，可他罪不至死，求您救他一命。是他无能，让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不好玩了。 智者大人，求您救余欢一命。他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。我要把机会留给更加值得的人。 快！余欢，余欢，余欢，你醒醒，余欢！阿英，好好休息吧，一切有我在呢。阿英。
你终于可以歇一歇了。之前当我沉睡不醒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守在我身边的吧？你知道吗？我好自私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希望你一直这样睡着，至少这样，你就不会灰飞烟灭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醒来的，对吗？医官呢？武士堂下令，所有医官没有施琅大人的手谕，均不能私自医患。说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！你敢知缘由？属下不知。另外，施琅大人正在四处查找飞廉少将军的下落，还请少将军尽快回府，以免施琅大人担心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看来武士是想要了羽焕的命。他既已被带回此处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。不让医官来救治，就是想要了他的命。玉珠姐姐，他们为什么要让羽焕死啊？权贵妻子，用后及妻，武士一向如此。不行，我不能让羽焕死。我要去求叔公。飞廉少将军，若是空口相求，恐怕施琅大人必定不会应允。不如我们这样，玉竹圣女突然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施琅大人，这块玉佩，您可认得？飞廉的玉佩怎么在你这里？是羽焕带回来的。之前听闻飞廉下落不明，想必施琅大人也是忧心不已。此次我故意前来告知，是因为羽焕知道飞廉的下落。白鹰，白鹰，你醒了。哎，先不要起来。这是在哪儿啊？权仙大宴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昆仑台上倒下去那一刻，我还以为……没事，你现在醒来就好。白鹰，白鹰，海皇，此事，白鹰怎么样？他身体已经痊愈了，只是暂时还未醒来。肯定是强行打开五云六诀的后果。待白王醒来才能知晓。
他倒是无大碍，只是海皇你……我没什么大碍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赶快想到让龙神之力进入我身体的方法。龙神会庇护全仙的，不会轻易弃去海皇，弃全仙而去。一定是因为我体内的精烈之术，所以龙神才没法把法力传给我。那要如何破除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当日习得精烈之术，就是为了解开龙神封印，获得龙神的力量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最后阻挠我的，恰恰就是这精烈之术。每一任海皇都有属于自己的考验，真正的海皇，不只是血脉的传承。这100年来，我从来没有逃避我的责任。难道连劈天剑也不再属于我了？海皇，不要勉强。这100年来，我一直想做的事情，就是解开龙神封印，获得龙神之力，带所有的子民回归碧落海。可是现在，海皇，我真的还是海皇吗？不管龙神封印是否解除，你都是我们的海皇。冰块哥哥，冰块哥哥，他怎么样？白英姐姐她一直没有醒，就跟睡着了一样。你照顾白英这么久，快去休息休息。但是刚刚太子哥哥说向无色城传个消息，他还没回来呢。放心吧，他不会走远。快去休息吧。嗯。白银，你还在睡是吗？为什么我们的一切都如此的艰难？我也想去有你的未来，不管事情有多艰难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苏沫，苏沫，白银。不用勉强，慢慢来，我会一直等到你醒来的。阿英她还没有醒。消息传到无色城了。是。苏沫，我有事要和你商议。找我什么事？昆仑渊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阿英，她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昆仑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趁我们不备，用劈天剑伤了他。什么人？我也没有看清楚。眼下，六合封印就只剩最后一个了。可是你和阿英目前都不适合再解封印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昆仑渊一战之后，苍流军损失严重，现在正是他们大伤元气之时。如果等到他们重新集结起兵力，有可能我们之前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。苍流一定会调动兵力来守卫京城。
所以，我们要断了他们这条路。如果我们能先拿下京城之外的附属郡，苍流不但不能调动兵力，还要派兵去支援附属郡。清源驻守九翼山，办不成的苍流军，虽常有冒犯，但均已被清氏兵力阻挡。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先拿下。你是说桃源郡？嗯，好，那我和西京这就前往桃源郡。如懿也在桃源郡，她一定能帮到你们。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长老，我已将昆仑渊受伤的战士找到了，并带回了大营。辛苦你了。受伤战士都已安排疗伤了吗？都已安排了。昆仑渊一战，宇欢在河里投了毒，妍希为了去偷解药，被宇欢抓住了。快去向苍流军营中的耳目打听妍希消息。我已经和萧联系了，但是还没有消息。待禀明少主，再做定夺吧。是。请智者大人赐予我力量，再大的痛苦，我都可以承受。苏诺，我现在最见不得你受到伤害。我已不是苏诺。从智者大人救我那刻起，我就是怀风。将烈之术注入你的体内，此番前往，我要你稀释掉苏魔的全部力量。你醒了？你们是谁？我在哪里啊？我是寒，他是彻。你现在在我们全仙的伤病营，你已经安全了。看来我已经成功混进来了。你们这是要干嘛？喝了以后，相信你会很快痊愈的。我这个才是配方，师傅说了，若是伤势比较严重，要喝我这个方子才可以。我的管用，我的才管用，我的才管用。行，都闭嘴。你们到底要干嘛？你是我们的第一个病人，必须得配合我们治疗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不让你出这个门。我也没有想过要出去啊。那就对了，我们的全仙大营可大了，我刚来的时候还会迷路呢，因为这里的每个房间都差不多。等你好了，我们带你四处去看看。撤，全仙大营不是游玩的地方，而且我知道冰室不能去，那是全仙大营的禁地。冰室？那是海皇大人修炼和疗伤的地方，就在走廊的尽头。擅闯者可是会被长老们惩罚的。哦，那你们总得让我相信，你们给我喝的这个药是可以治病的吧？能治，绝对能治。我们的师傅可是智修，他在我们全仙可是医术最高的。我们用的配方就是他用来给少主治疗的配方。少主，你说的是苏魔？对，就是海皇苏魔。他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治病啊？这我们就不知道了。
难道是昆仑渊一战，苏沫受伤了？智修是苏沫的医师，对苏沫的身体状况最为了解，或许可以利用这2个小人来探听苏沫的情况。喝我的，喝我的，对，快喝药，喝药，喝我的，喝我的，到底能不能喝呀？喝我的，喝药。少主已经醒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先去伤兵营看一看。有劳智修。年良，年良，有妍希的消息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还没有吗？妍希都已经被抓走好几天了呀。那一会儿冰块哥哥醒了，我们能告诉冰块哥哥吗？让他救妍希。我们已经在打探苍流军营里的消息了。这银珠是从苍流进城传来的。进城？妍希，下去吧。妍希怎么了？哎，你快说呀！妍希她怎么样了？相说，妍希被师鹏带到了苍流军营里，他们不会轻易把她处死。妍希是全仙的左拳使，以苍流的阴险狡诈，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利用她。那他们有没有用刑啊？他们肯定用刑了，对不对？那宁良，不行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冰块哥哥，让他救妍希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冰块哥哥，冰块哥哥，太子哥哥，妍希，妍希，我们正在商议此事。少主，宁良有罪，因少主伤势未能痊愈，宁良未能禀报此事。刚刚相来消息说，妍希被关押在苍流军营里。苍流人一定会折磨妍希的，冰块哥哥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！少主，宁良请命，带一些全仙战士前去营救妍希。那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好了，你们先别着急，听你冰块哥哥把话讲完。现在的空海联盟战士们全都伤势未愈，若现在贸然出战，不是上策。冰块哥哥，你不会不救妍希了吧？真兰和西京会去桃源郡执行任务，到时候苍流一定会派兵支援。宁良，你和香联系，找准时机，把妍希救出来。是，少主。可是少主，您怎么能确定苍流会倾巢而出呢？如今苍流能看重任的，只有南诏一人。一旦桃源郡生乱的话，南诏必定会被派过去。这个时候，便是营救妍希的大好时机。那如何才能制造出这么大的混乱啊？高顺昭，据如懿所述，高顺昭不是个坏人，他心系百姓，对苍流的暴行颇为不满。我相信他一定愿意配合我们。此次行动如果成功的话，不仅可以救出妍希，桃源郡也会成为我们的一大助力，一石二鸟。况且，眼下要想拿到最后一个封印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助力。那我需要做什么吗？你还是留在全仙大营吧。此次前去敌人军营，去的人越少越好。何况，你身负皇天力量，为了白王，我们也不能让你涉险。那生，我们去营救妍希，总要有一人留下来，为妍希回来做准备。好，那宁良，你一定要把妍希顺利接回来啊！我会的。